你们有没有买过什么看上去很鸡肋，但是使用起来却很有幸福感的东西？我们宿舍就有一个震慑之宝，就是它。看到没有，这是我们的震慑之宝。小时候我最好奇的问题就是，为什么校门口小卖部的烤肠一到放学就格外的香？那时候2块钱一根的烤肠，对于只有5毛零花钱的我来说，简直是遥不可及。怀揣着这个遗憾，我来到了大学。进宿舍的第一天就发现我们宿舍居然有一股烤肠的味道，发现我的下铺竟然在床上烤香肠，他还特意夹起了1根给我。我看着那个焦香的烤肠，从此认定了这个兄弟，可以说我就是他睡在烤肠机上铺的兄弟。现在我们宿舍的大哥二哥没事就开始烤，已经发展到隔壁宿舍开始找我们要订外卖了。每到香肠机开启，香味铺满宿舍，我们宿舍就是全栋楼最受欢迎的地方。我们还秉持着以物易物的交易原则，支持大家用方便面可乐换取香肠。这下我们连方便面都有了，简直不要太有商业头脑。哦，对了，现在摆摊经济火热进行时，如果你也想发展点副业，记得点击左下角的福袋，每天10点抢天猫618 40亿现金券，多叠加点优惠再买烤肠机，这样就可以降低摆摊成本了。哎呀，瞧我这头脑就是要暴富的节奏。上高中的时候，寝室只要有人过生日，我们就会出去买几瓶二锅头一醉方休。虽然住校生不允许外出，但在我们寝室，我和二哥号称鼓上骚10千，飞檐走壁，如履平地。有一次我过生日那天下了晚自习，二哥跟我说他发现了一个更好翻的地方，接着就带我来到了那面墙。只见二哥一通操作直接飞上了墙头，然后向我摆了一个 pose 就飞到了另外一边。结果他刚飞过去就发生了一声惨叫，然后没有声音了。我在另外一边不管怎么叫都没人回答我。当时我心想，二哥不会摔死了吧？还是救人要紧，于是我也赶紧翻了过去。结果对面居然是个粪坑，看见二哥在一旁笑成狗了，我当时恼羞成怒就和二哥干了起来，还把他推进了粪坑。我们在粪坑洗完澡之后也没有心情出去造了，就气冲冲的回了学校。在校门口的时候，保安问我俩是干嘛的，怎么浑身大便？二哥没好气的说，不是吧Sir，这你都看不出来啊，我们通厕所的呀，刚才接了个大活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校长也在保安室，听见我俩是通厕所的，赶紧叫我们去通一下教师宿舍的厕所，还是等我们老半天了。这我们哪敢拒绝，要是被知道翻墙了，可是要被记大过的。被迫来到校长的宿舍后，我蹲在坑旁边研究怎么操作，结果二哥不知道哪里弄来一根长棍，直接捅了过来，里面的汤水溅得我满脸都是，关键是他也没对准，直接在旁边捅出了个洞，里面的汁水就顺着这个洞流了下去，没想到就是这样通了。正当我连忙竖起大拇指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受到洞下面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。或许从死人到死人只需要一个眼神，因为过了一会儿，浑身是墙的班主任就上来敲门了，原来他当时也在蹲。星期一升旗仪式的时候，我和二哥坚持通厕所赚饭钱的励志故事被全校通告。后来只要有厕所堵了，就会有人叫我们去掐饭。我这里厕所堵得很严重啊，要不要来掐顿饱饭？8岁那年暑假，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，我和二哥正在他家玩的高兴，结果二婶突然拿了一张50给二哥，让他去买盐。二哥见到钱就两眼发光，并保证自己一定完成任务。结果刚到了小卖店，就把买盐的事情忘了一干二净。如果不是我提醒他，差点连旺旺碎冰冰都忘记买了。吃了几包辣条和冰棍后，和二哥就大摇大摆的回到了他家院子。当二婶问到盐买了没有，我们才想起来我们是去买盐的。但好在二哥他及时反应了过来，擦了擦嘴角的油，就轻描淡写的对他妈说盐卖完了。接着二婶就让二哥把钱交出来，二哥拿出剩下的42块钱递了过去，然后面不改色的说他在路上不小心丢了8块钱。看看这个临场反应，不愧是我二哥。这时候我才明白我和二哥差的不止那么一点，但是没想到这么天衣无缝的骗局竟然被二婶一眼看穿，顺手拿起墙边的扫把就要开揍。二哥也是硬气令人刮目相看，屁股都被打成2半了，还边哭边说绝对丢了8块，骗人死全家。当天二哥的哭声持续到了晚上，山村的夜晚很美，无数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在天上汇成美丽的星河。如果不是路过的邻居苦苦相劝，二哥可能已经变成夜空中最亮的星了。这顿毒打让二哥在家里休养了几天都没出门，闲得无聊就往山上跑。结果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，竟然让我找到了一本武林秘籍。我马不停蹄的去找二哥，二哥仔细阅读了那本叫《葵花宝典》的武林秘籍后，腾的一下就从床上跳了下来，然后仰天大笑3声，真的就是天助我也！有了这个武功，我一定能够报仇。上小学的时候，老师让我们自行成立学习小组并上报名字。我和二哥他们几个商量，取了个组名叫素质教育漏网之鱼。班主任说我们这个名字取得很没素质，让我们再改一个，没办法只好取个普通点的，于是我们就叫青龙帮。虽然最后被班主任强行改成了青龙学习小组，但是当初大家一起在厕所吃泡面，然后还一起发誓没事就来厕所吃东西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，所以青龙不灭，帮魂不散。
我们青龙学习小组到底有多团结呢？有一次过6·1儿童节，班主任给我们同学都发了几颗糖。当时我边含着糖边写作业，写到一半水性笔写不出来了，看着笔芯还有1/3的墨水，不甘心的我打算把它吸出来。接着我就对准笔尾，气韵丹田，猛地一吸，墨水直接就吸到了我的嘴巴里，那个味道简直就是小鸟伏特加，无情哈拉少。我的意识瞬间就被摧毁了，黑色的墨和的口水从嘴角流了出来。旁边的二哥看见了，立刻反应了过来，只见他把糖往地上一扔，随后大喊道：“大家别吃了啊！听我一句话，这糖绝对有毒！”那一刻，大家纷纷扔掉了手里的糖。青龙帮的成员还把班主任围了起来，逼他交出解药。而我们班的喧哗也引来了学校保卫处的人。不到2分钟，我们就被镇压了下来。后来，我们青龙帮的威名就传遍了学校，学校操场一半都是我们青龙帮的地盘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扫。然后帮派的名字也改成了青龙劳动小组。班主任说这是要我们劳动改造。以前家里穷，从来不给我零花钱。为了买5毛的青青虾条，我想尽了各种办法。听说塑料瓶1个2分钱，于是我每天都去村里找瓶子，可实在是太少了。于是我打算趁着周末去镇上捡。那天我捡了1中午的瓶子，我算了算，差不多有7毛钱了，就打算蹲在树下凉快会再去卖。旁边一个卖包子的大叔还给了我1个包子吃，我吃的那叫一个狼吞虎咽。没想到这一幕被村里人看到了，回去跟我爹说：“哎，你知道吗？你家张住在镇上捡破烂要饭吃。”我爹气疯了，骑着自行车就来镇上逮我。我当时正好把瓶子卖完回家，狭路相逢，我爹上来就揪着我的耳朵说：“我就搞不明白了，家里是不给你吃还是不给你喝？你跑来镇上捡破烂，丢光我的脸啦！”当时灵机一动，哭着脸说：“啊，我是看你鞋破了，想赚钱给你买双新的。”我爹顿时说不出话来，泪唰的一声流了下来，对我说：“好儿子，爹不要你的钱，你跟爹走，爹给你买好吃的。”就这样，我终于买到了心心念念的青青虾条。还记得当时我打开包装一闻，整个天灵盖都在颤抖。像我这么谨慎的男孩，也没有忘记要扮演一个好儿子的角色。我对我爸说：“爹，你先吃。”我爹说：“爹不吃你的，你吃吧。”我假装为难的吃起了虾条，爹笑着看着我，多么一副父慈子孝的画面啊！我吃的时候掉下来了半个，爹顺手就捡起来吃了，才明白原来不是我爸不想吃。我当时又灵光一闪，心想再让我爹感动一把，说不定他连游戏机都给我买了。男人就是这么好骗。于是我把虾条全都扔在了地上，抬头对我爸说：“啊，你全部捡起来吃吧。”最后还是没挨过一顿打。最近我一直住在大姨家，每天都通宵打撸啊撸，基本上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。昨晚12点多，我又像往常一样走出房间，结果看到我那00后的表弟坐在沙发上不停的叹气。他看见我之后开口就是：“完了，完了。”我问他出啥事了，表弟说他在学校把人打了，那个人还是他的好朋友，原因是他周末做了几块巧克力蛋糕，上面分别写着希望你喜欢我的蛋糕，托那个朋友去送给他一直喜欢的女孩，结果蛋糕少了最后一块，没错，就是少了高字的那个蛋糕，变成了希望你喜欢我的。女孩一看气得要命，直接走到他面前给了他一巴掌。之后表弟怀疑是他朋友故意捣乱，就去当面质问，结果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，被学校警告处分，周一还要叫家长。现在是朋友反目，喜欢的女孩也没戏了，再加上让父母失望。表弟叹了口气对我说：“我现在愁得要死啊！”我重重捶了他一下肩膀，激昂的对他说：“振作起来，你这么年轻，什么事情过不去呢？全校都认为我是厕所美食家，我还不是用自己坚强的意志顶了过来。要是真的觉得忧愁，就跟我来一起唱首歌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？不要怕，擦干泪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接着表弟点点头，和我一起唱起了水手，越唱心情越高涨，邻居都跑上来敲门说扰民，我就让他先睡觉去了。他离开前还感动的对我说：“哥，真的是多亏了你，如果没有你，可能今晚上我就啥也不说了。哥，你通宵玩游戏容易饿，我给你削一个苹果。”我被他说的眼睛泪汪汪的。弟，你赶紧去睡觉，有什么忧虑再跟我说，哥会的歌挺多的。说完他就去睡觉了，而我回房继续打撸啊撸，啃了一口他给我削的苹果，你还别说，比早上那巧克力蛋糕差多了。